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大家知道我现在人在哪里吗？这里呢，就是常常跟大家介绍的亚法门的入口。那这个呢，就是大卫塔。那拜占庭时期的朝圣者，他们以为这就是跟大卫有关的宫殿，所以就给他了大卫塔的这个名字。但后来就发现，其实跟希律有关，它跟大卫却没有关系。那大卫真正的宫殿是在南边的一点的地方。那这个呢，就是亚法门的入口。我们现在就要从这里再次进去耶路撒冷旧城。那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带妈妈看那个希律时期，就是第二圣殿时期，耶稣时期的有钱人大祭司的家，就是等于是看2000年前的地下豪宅。耶！然后我们就走吧。那基本上呢，我想观光客都是会搭公车或者是轻轨站在前面嘛，就从那边这样走过来。但是如果基于某些理由你是租车过来的话，这里有2个停车场，后面那个是马米拉的停车场，比较便宜。那靠近这里绿色的这个 P 是卡尔塔停车场，就比较贵。马米拉是蓝色的 P 的那个地方进去。好，这里呢就是亚法门。考大家，耶路撒冷一共几个城门？答案是8+1。那为什么一天到晚都在走亚法门？因为轻轨站在那边，这是最方便的一个门，然后很多站牌都在附近。那其他的门真的是可能就是在影片里面会出现的，像是大马士革门，然后还有锡安门也算是偶尔会在影片里面出现。那剩下的话就比较少出现，因为还有一个像金门也是封住的，人也不能走。希律门很少出现，只有好像几乎没有出现过在我的影片里面。那这个是大卫塔旧的入口，现在呢只有灯光秀会走到这个入口。现在的入口已经改到刚才亚法门那边了。那大家如果常看以色列美角的影片的话，应该知道耶路撒冷旧城分成了4区嘛。那请问是哪4区呢？亚美尼亚区、基督徒区、穆斯林区以及犹太区。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亚美尼亚区，从那个亚法门进来，然后你往右转，这边就是亚美尼亚区。像这个招牌啊，就写亚美尼亚小餐馆。那亚美尼亚区的特色呢就是这样子，看不到什么东西，只有墙壁。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亚美尼亚基督徒受到很多的迫害，所以他们就也是要保护自己。所以这边呢就是他们居住的样子，都在墙壁的后面，不是城墙，城墙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墙壁的后面。那这里就是有修道院啊，然后居民的房子。如果可以进去的话，会发现就是别有洞天。那前面呢有一个教会以及一个博物馆。那所以呢，就是手上有一本实用的旅行工具书就非常的重要。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旧城的一个地图。那4大区呢，就是在这里。那我的这个黄色的这个标志呢，是指耶稣时期的耶路撒冷的位置。OK， 那我们现在在亚美尼亚区嘛，亚美尼亚的景点呢，就是有刚才我说的教堂以及亚美尼亚博物馆是新开的，就往那边走这样子。那我在书里面呢是有提到4大区，但是没有在这张地图里面标示出来。在耶路撒冷很多的地方，你会看到像这样子4大区的一个地图，但它这里也是没有标4大区。那我是觉得大家有一个概念就好，因为其实在旧城里面，它也没有说很明显的说欢迎你到亚美尼亚区，欢迎你到基督徒区，欢迎你到穆斯林区，没有。像Christchurch 就是基督堂也是在亚美尼亚区，然后上次跟大家介绍的奥地利朝圣旅馆，它是在穆斯林区，所以它并不是那么严格的做一个切分，然后也不会有什么警察或者是什么，然后要看你的证件，然后你才可以到那一区，没有，它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分割啦，但就是有一个概念。那像我们现在还是在亚美尼亚区，但是前面就有一个学习圣经妥拉的学校，所以这是犹太教的，在亚美尼亚区。那基本上这本书里面挑的景点都是我精挑细选的，基于我个人对于圣经的兴趣，我
判断哪一些景点对基督徒、对朝圣者来讲是重要的，然后才会收录在这本书里面。因为一本书的页数它是有限的嘛，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所以里面挑出来的景点呢都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都会看很多的景点，然后再来判断说哪一些是真的很必来的景点。那像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耶路撒冷，算亚美尼亚区里面的欧里修夫，这是一个给大家看，应该是18、17、18世纪的犹太人的怎么样居住的一个博物馆。那如果很好的话，也许以后就会收录在这本书里面。以前犹太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旧城里面有很多排水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很容易在旧城里面生病。但是犹太人他们不敢住在城墙外，因为以前的时候城墙内它是会关门的，因为这样就不用担心就是可能有贝都因的强盗啊会来对他们做什么伤害的事情。所以犹太人即便说在旧城里面的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很糟糕，他们还是要住在旧城里面。那在19世纪的旧城的条件很糟糕，它这里有写说，那个婴儿1岁以下的那个死亡率是高达80%，因为医疗状况、卫生条件都很糟糕。那为什么当时犹太人要来旧城居住呢？这里有写，就是1840年的旧城大概只有13000个人居住，其中大概5500个是犹太人，几乎是一半。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也开始相信，就是来到耶路撒冷的旧城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要在这里读妥拉，然后加速弥赛亚的回来。那其实耶路撒冷一直都是犹太人的圣地，但是在鄂图曼土耳其时期，他们是几乎是不被允许回来的，所以真的是只有少数可以回来。那为什么耶路撒冷人口在当时也只有13000，而不是像埃及的开罗，或者是伊拉克的巴格达，或者是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有更多的人？那这就是因为其实耶路撒冷对于穆斯林来讲，并不是一个在历史中有重要宗教性的城市，即便说现在他们因为要跟犹太人争这块土地，所以说这也是穆斯林的第3圣地。但其实你看历史的话，其实他们没有那么在乎耶路撒冷，这也是为什么耶路撒冷的状况很糟糕。19世纪，你看婴儿的那个死亡率高达80%哎。那他这里有写说，为什么他们没有什么家具，主要是因为他们犹太人只能跟那个穆斯林的房东租房子，那房东呢，他们会每年就是重新找房客，看谁可以付给他更多的钱，所以几乎每一年他们都要搬家，然后为了要方便，所以这些就是家具就会很少。那等一下呢，确实是要带妈妈去看2000年前的犹太人住的地下豪宅，只是很有趣，因为就是之前有讲过，他们离开了这块土地，然后当然就是想回来。那在19世纪的时候，大部分的在旧城的犹太人都是特别贫穷和虔诚的。那这群人大多数是塞法迪犹太人，他们是会讲阿拉伯文的，只是就是生活条件还是一样很不好。有多不好呢？主要就是因为卫生条件，然后还有就是有贝都因强盗嘛。他们贝都因强盗也不是只是针对犹太人，他们是针对所有的异教徒，包含基督徒。所以你在所有的就是朝圣者的游记里面都可以感觉得到当时的危险。那这个博物馆这一区呢，其实它很小啦，就是几个空间。这个空间它是特别在讲就是生产的妈妈她们什么样子的生活。那因为我也是妈妈，所以我就看这个觉得特别的有趣。当时的犹太人很穷，所以他们都是一起躺在地上的床垫，没有床。这个床是为了要让产妇开心，所以丈夫特地去租的。那因为很热门，这是来自欧洲的一个很 fashion 的一个享受，一般是睡地上嘛，所以呢最多只能租到40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坐月子也是30天嘛，所以它这个最多租40天。那19世纪的耶路撒冷跟现代的耶路撒冷当然条件差很多，在当时能够活下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人的目标就是能够活下来，要有神明保佑。
那这个房间里面就有很多关于保护宝宝不要受到恶魔之眼的一些传统，因为就是受到穆斯林影响嘛。举例来说，这个行李箱里面有一个画眼睛，这个就是代表要用邪恶之眼来对抗邪恶之眼。然后呢，宝宝的摇篮上面呢你可能看不太清楚，但是有挂一个东西，那个是叫做 Hamsa， 也是像是一只手要抵抗恶魔之眼。然后他床头的那边呢，就是也有一个经文，也是在抵抗恶魔之眼。然后另外2个挂的也都是抵抗恶魔之眼，所以就是他们很希望可以好好的活下去了。那另外2个有趣的东西呢，一个是那个像木屐的东西，就是因为外面的街道很脏，所以他们就是想要有一个高度，才不会踩到路上可能有很多的大便、很多的土这样子。那另外一个这个呢，是因为他们都是共用厕所，然后厕所大便满了，然后才会去倒嘛。那半夜你不想要去上厕所，因为很恐怖，所以就会用一个尿壶，那个就是尿壶。然后这就是跟邻居共用的院子，这是它很逼真的洗衣服、打水，然后搓，然后晾，很逼真。进去下一个房间，那刚才那个房间呢是记录鄂图曼土耳其时期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光景。那 Kenny 他其实服侍的 Christchurch 基督堂就在那段时期对犹太人有很多的帮助，包含在旧城里面创建了第1间医院，在我旅游书里面都有写。然后还有第1个给犹太女子的学校，给犹太男子的学校，都是基督堂的事工，在快要200年前就做了这件事。那医院跟学校现在就转型了啦，学校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1917年到1948年英国托管时期的犹太家庭他们的生活的样子。那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有一些现代化的东西，包含像是这里有收音机啊，或者是这个可以放炭火，然后客人可以喝的热水壶，或者是这里有打字机，那边有一个唱片机，但是很有趣，某个地方有写拉比写的东西，就是说不可以用唱片机，这个不好的东西。然后后面那边有那个 Singer 的裁缝机，那女孩子呢就会用裁缝机作为自己的嫁妆，希望可以吸引到好的夫家。那 Kenny 旁边呢，这个就是一个衣柜，这里呢则是一个橱柜，看看橱柜里面有什么高级的东西。漂亮的瓷器，我妈说她小时候也有看过这个，然后盛家缝纫机，一样的，用脚踩的，我还蛮会修这个。好，我们到下一个房间。那这个房间它想要呈现的应该是一个塞法迪犹太人的会堂。这个呢就是妥拉柜，通常妥拉卷就会放在妥拉柜里面。那妥拉卷里面呢，就会放妥拉，就是圣经的经文。那这个就只剩下它的壳子。塞法迪犹太人他们用的妥拉经文卷就是硬壳的，那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就是用软布的。这里有很多硬壳的妥拉经文卷。那这些布呢，叫做 challah cover， 就是用来盖安息日面包的布。犹太人他们非常的注重安息日，有一句话就是说，不是犹太人守住了安息日，而是安息日守住了犹太人。因为每周安息日，就是一个传统，让犹太人能够不断的去提醒自己跟这个守约之神的这个约，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他们为什么是犹太人？就是每周这样子复习，然后每周都会有 parasha， 这是意思是，每周固定的读经进度。那这是全世界犹太人都一样，所以他们每周守安息日，一起全家聚集在一起，然后读圣经、讨论圣经。这也是为什么犹太人可以在2000年的流浪之后还回到这块土地，然后没有忘记他们的神。那神当然也没有忘记他们，所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那这里呢，就是犹太人生活的一些东西。我们来看安息日面包，那它有不同的寓意啦，然后是不一样的犹太族群，像这个是
像一只鸟，意思就是希望祷告的时候可以达到天上。然后这是有一些族群他们会在逾越节过后的第一个安息日放一个钥匙在它面包，或者是做钥匙造型的面包，意思是说希望神打开天上的粮仓。然后这个是有一些犹太族群会在婚礼上面有吃这个皇冠造型的面包，安息日面包。然后这个呢是纪念12支派，所以还有12个圆圈的一个安息日面包。你觉得刚才的博物馆你打几分？满分是10分。6分吧。6分，大家不用来看影片就够了。对，我觉得太少了。它是一个纪念啦，可是因为它不够全面完整，但是也能够理解，因为这跟经费有关嘛。所以就看你对于文化历史传承的这种热衷程度有多少，然后再来决定要不要有这个行程跟消费。如果在耶路撒冷只有4天的时间，是不用花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对，看看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景点。好，那这里呢，经过这个 Cardo 商业大道，就开始是犹太区了。今天天气很好，然后光是在这里就有3个在要钱的人。我后面一个拿着小孩的照片，然后我现在左边经过拿着一个奉献箱，然后我前面有一个披着祷告巾的阿伯，我看过他蛮多次，那他就拿一个祷告文，就他可以给你祝福。那因为犹太人他们的文化里面，乞丐不是一个丢脸的行业，乞丐认为他本来就可以从你那边拿到1/10，因为你应该要给穷人留下，就是你田间的那个嚼的食物，你本来就是应该给1/10。那这是我的权利，因为我是穷人，你是有钱的人，你有义务要做行义，有义务你要给穷人。我觉得他是给你一个平台，让你成为艺人的一个平台。对，所以其实他是给你好处的。所以他们的乞丐就不会觉得好像自己要钱是一件丢脸然后卑微的一件事。众身份中的一种身份。然后犹太人他们也是，因为他们必须给，所以有一次我也是看到，就是犹太人给阿拉伯人也会有。前面有小朋友很可爱，耶，好可爱。然后呢，犹太人对于穷人的概念它是相对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穷人，然后我从富人那边拿到一些东西，然后我旁边也有一个穷人他没有，那因为我现在手上已经有富人给我的这个可能是面包，我就变成相对的有钱人，所以我也得去跟那个没有的穷人去做分享，就变成我现在此时此刻我也有义务。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观念，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回归巴勒斯坦以色列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不是只靠有钱人的捐款然后才买土地，他是很多的这种平凡人，因为他们都有这个给的观念，不管你钱多钱少，你只要拥有什么东西，你就必须要给一部分出去。然后也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就他们会训练小孩，就是放那个钱到他们的奉献盒里面，然后他们都知道说，当他这个钱放进去奉献盒，这个钱就不属于他们了。然后这是犹太区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咖啡店，但是小小的。那某人买到咖啡以后，我们喝咖啡，然后就会去到地下豪宅的行程啦。像这里也是犹太人给的文化嘛，给免费的安息日的晚餐，或者是给奖学金，让犹太人可以回到以色列来念书。起点卡很漂亮哎，好精致哦。好吃吗？肉桂味很浓。好，我们现在要去看大祭司的家了。然后，如果这个景点我妈觉得 OK， 那可能以后就会出现在那个旅游工具书里面。到了，我们等一下要往下，因为地下豪宅是2000年前的那个地平面是要往下。然后呢，看完你要告诉我觉不觉得值得？看看有没有超过6分吗？
对，没有导览的话是34块，然后有导览是40块。哇哦，地下豪宅！哇哦，我们现在在上城区，就是当时有钱人的区域。Okay. Welcome to the basement, to the cellar of a very, very rich family. How do I know that we're that rich? Mosaic floor. I got here 2 mosaics. Actually 2, you see? Another one over here. So we got mosaics that shows about richness, and also I got another thing here. What is this? A mikveh. This is you know what a mikveh is? 敬礼池，他进到那个敬礼池之前，还会在这里洗脚。敬礼池的样子，这里一共有3个敬礼池，代表这个家非常有钱。这里有一个敬礼池，因为有那个阶梯，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水井，一个蓄水池啦。我们现在要往下走，就到下一户人家，这里真的是非常的有钱。湿壁画代表真的很有钱。你看装潢。 You know what fresco is? Okay, that's another mikveh. 这里又有一个敬礼池，就在我脚下。这是一个花园，然后他们这些柱子啊，还有这个大理石地板，都是从罗马带来的工匠才做得出来的，所以当时的祭司真的花了很多钱。我们现在又往下走喽。那这是刚才那一户有钱人的家，它有2层的马赛克地板，新的比较精致，然后这是它马赛克地板下面压的另外一层马赛克地板。 就是石头比较大，比较粗糙。然后这里又是一区。How do I know the ceiling used to look like this? So basically, we found remains of the ceiling. I'm going to show you it in the last room. That was one, yeah. 这里又有敬礼池，到处都是，所以这一层也是非常有钱的，也是另外一种。 那个涂墙壁的艺术方法叫做 stucco。哦，它就是你先涂了东西以后，然后你就要去雕刻它，然后就会像是大理石那样子。这是西元66年罗马人来摧毁耶路撒冷的时候放火，然后耶路撒冷烧了1个月，剩下的这个遗迹都黑黑的。 可以看得出来。对，这个湿壁画也是被烧了。这是以前如果圣殿还在的话，就会在这里看得到。然后导游要带我们下去看一个现在还有水的敬礼池。哇，下来要小心一点。哇，真的有水 I don't know if you actually can see the water. Yes, yes, It looks yes. like a 破 like a 像一个 glass. It does. 游泳池。 Oh. Yeah. Wow, it's so clear. It is, because it's water spring, right? It's not very clean because it's like a standing water, it doesn't move.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哦， And this is 水 kind 窖 of a makhsan? Okay, like a warehouse. 然后那个 box 放东西的仓库。那我们看完了这个导览啊，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地下考古博物馆。这是1967年的时候，以色列它重新拿回了耶路撒冷，然后开始做这些考古的挖掘，才发现了说哦，第2圣殿时期这么大的这些房子啊、敬礼池啊等等的。那所以他们就是因为不想要就是好像每一个有过去遗迹的地方，然后就盖博物馆，这样会没完没了，这个城市就都是博物馆了。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先把那个地下的东西就先封起来，然后盖了这个犹太神学院，然后盖完以后，然后最近几十年，然后再重新再来整修这个地下博物馆，然后所以前阵子重新又再开放了，这样，好，你觉得几分啊？这个博物馆
我觉得应该有9.5分吧。满分是10分。嗯哼。哦，那他就是必须要进到那个旅游书里面了。哦，对对对。必须的啊。对。为什么？我觉得像我们走在旧城里面哈，我都会知道我跟耶稣看的不是同一个世界。对啊。都是后来的。对啊。我不是跟耶稣走在同一个平层一个平面。对，时代不一样，然后地平面也不一样，现在是比较高嘛。那所以我们今天参观的这个的话，它的这个住宅群，就是耶稣那个时候的视觉。没有，耶稣应该没有看到，这都是有钱人家的。我是说，是世界的那种。就是这种上层区的人嘛，对，有钱的人嘛，对，那是那个时候的社会人文啊。对。所以耶稣是在那个时候的社会人文之下，被排挤的，被这些宗教高级的对啊，祭司啊这些有钱人去排挤，所以这个是耶稣在那时候不被欢迎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背景。那你看他们富裕到这么程度，有一个人来颠覆他们已经既得的利益，还有既得的人群，那也能够理解他们要保护自己既有的这些产业的时候，他们只好跟耶稣站在对立面，要不然他们 hold 不住自己现在有这么大的一个享受。然后我觉得说，耶稣说财主难进天国，我觉得说这是绝对的道理。今天换成是我们住在这么富裕的地方，然后有一个木匠的儿子，然后来颠覆我的学说，颠覆我的理论，颠覆我的这个下面的信众。我觉得那个时候要像那些跟随耶稣的这些平凡的人、没有钱的人，这种木匠啊。那个什么渔夫啊，这么容易就跟随耶稣，我觉得说真的是有钱的人，他的挑战蛮大的。我觉得很值得啦，去感受一下耶稣同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世界。而且如果我们刚才第一个看的博物馆要20块，然后这个是34块，那这个值得太多了。对，看的量差太多了，天差地别。那个是收集来的，跟这个是现地的文物，这完全不一样。所以推荐给大家，是由美角妈妈大力推荐，对，非常值得，真的非常值得。妈妈为什么不给10分，要给9.5分？我觉得还有0.5分，就是你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胃。要不然它整个都弥漫着那个猫的尿骚味哦。我觉得如果你对猫咪有很大的宽容性的话，可能你会受不了。因为它是地下考古博物馆，对啊，你可以戴一个口罩。不过等到大家来的时候，那只猫已经被抓出来了。好啦，那谢谢大家看了今天以色列美角的影片。在我身后是下一次还可以开箱的旧景点，叫做宽墙。它之前没有这些东西，那我们想知道它现在开始要收费了，跟没有收费的时候差在哪里？那这就会是在之后的影片再来介绍给大家啦。好，大家拜拜。